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代表公司刚准备签署千万合同，老婆的小白脸助理推门而入，抢过我的笔，签上自己的大名。温姐说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不过就是个合同而已，你就该让给我。毕竟这2日我也没少在床上伺候温姐，很累的。领带松开，她的脖子到胸口露出一片红痕。还没等我和愣住的客户解释，陆延廷拿出离职协议摔在我面前。他身后商业大佬的小儿子举起烟灰缸砸破我的头。你就是个靠老婆养的废物，还不赶快滚远点，别碍我兄弟的眼。我冷笑，任凭鲜血滴落额角，拨了一通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人出现后，在场所有人都脸色大变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这合同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了，你个靠老婆养着的废物，识相的就乖乖滚蛋。陆延廷嚣张地对着我骂道，还不忘记扯着领带露出红痕。客户诧异地瞟了我一眼，似乎也明白怎么回事，忍不住开口道，你可知道季先生是谁？竟然这样无礼！我冷眼旁观，用垃圾的眼神盯着他。整个京城没人敢这样和我说话，就连商业巨头见到我都要礼让3分。没想到他不仅没害怕，反而嘲讽大笑。整个公司谁不知道季如舟不过就是个小白脸而已，他死缠烂打温姐不放，才会有今天的地位。温姐说了，要和你离婚，与我在一起，你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他真这么说的。当初要不是我，这个公司根本就不会起步。为了照顾温叔的自尊心，我并没有说出公司提拔合作的真相，只是告诉他一切都是巧合而已。没想到他竟然狂妄自大，还真为自己有实力。离婚可以，但是属于我的那份必须要吐出来才行。电话打通，手机被陆延廷抢走，开了免提。温叔的冷笑声清楚传来，你的份额，我能好吃好喝养着你，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。你还要分走我公司的钱，可明明是我帮他拉来的业务，要是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那些合作商怎么可能会和个籍籍无名的小公司合作呢？够了，你不要处处找延廷的麻烦，别再来烦我。通话结束，陆延廷脸上露出抹嘲笑，抬起手走近2名彪形大汉，硬是扯掉了我的西装。妈的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一个小白脸竟然穿这么高级的外套。从今往后，总裁老公这位子就是我的。来人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，扔进垃圾桶里。保镖对视了一眼，刚准备出手，谁敢！我怒喝，全身散发着肃杀之气，反倒是让他们怔住。一时之间，没人敢过来。常年在商场打拼，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丑恶的嘴脸，他们已经破坏了我谈客户，更别想侮辱我半分。或许是时候该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了。我是周帆集团的老总，谁要是敢上前一步，就能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室内安静了2秒，紧接着爆发出笑声。陆延廷早就把办公室的门打开，我们的对话清楚传到员工耳朵里。那些看热闹的同事们议论纷纷，就他那衰样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周帆集团老大？我看他连提鞋都不配。谁不知道季如舟整天游手好闲，靠着女人生活，还好意思在这里乱吹？我要是他，都不好意思活着。声音钻入耳中，我目光凌厉，扫过众人。这些面孔平日里在公司游手好闲，围着陆延廷屁股后面转，见风使舵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不过是老板娘找来的游手好闲老公，早就看我不顺眼了。陆哥，如今你是咱们公司的老板了，
还不让这小子尝尝你的厉害？不知谁说出这么句话，陆延亭眼中闪过抹欣喜，双拳跃跃欲试。没错，我是老板，教训员工是应该的。今天我就要替温杰好好清理门户。他扬起拳头，对着我的脸便砸了过来。可我进修多年泰拳，他那小身板哪里是我的对手？我迅速闪躲，他不仅没有打到我，反而直接撞到了花瓶，躺在碎片中，手腕鲜血淋漓。你居然敢躲开，季如舟，我真是给你脸了！哼，我还没有动手，他便伤成这个样子，真是够丢人的。对付你这种无名小卒，还真是让人不足为惧。他脸色变得涨红，还想要再次出手，就听见不远处走廊传来阵清脆的皮鞋声。无名小卒，呵，好大的口气！众人回头，脸上戏谑的神色悄然褪去，逐渐转为恭敬。是柳家的公子。柳峰非常享受大家对他的崇拜，走到陆延亭身旁，目光幽冷晦涩，扫了我一眼。就是你把我兄弟伤成这样的，谁不知道？柳家的公司财力远非寻常公司可比拟，是商业巨龙之一。可他家在我面前还是差了些意思。别说他了，就连他老子来都得恭敬地同我交谈。那些跑腿连忙展示着自己，纷纷添油加醋，指责我的不是。我劝你现在跪下，给我兄弟道歉，我还能留你条全尸，否则吗？我实在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当是谁？柳家的无能小公子而已。我们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。柳峰顿时愣住，脸色瞬间变得青紫。陆延亭像是找到了靠山，不知给谁发着消息，紧接着站在他身旁，溜须拍马道：“柳哥，这小子简直太嚣张了，你就应该给他个教训，看还敢不敢如此放肆。”柳峰目光逐渐变得冰冷，关节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拿起个铁凳就要对着我砸过来。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冷气。住手！铁凳悬在半空，温叔踩着高跟鞋小跑过来，他来得很急促，半个胸脯都暴露在外面，引得办公室的男人们都忍不住流口水。刘总，你怎么在这？肯定是季如舟又给我添麻烦了，你快点给刘总和严婷道歉。温叔二话不说，拉扯着我，逼着我和他们承认错误。可明明是他们反复挑衅我，还自以为是要将我赶出去。你要是没有做错事，他们会这样对你吗？怎么不这么对别人？我被他的话惊到，冷漠甩开他的手。身后的客户是我老朋友，他无奈地拍着我肩膀：“以你的能力，待在这里太过屈才，等你离开之后，咱们再合作。这种公司，我不屑与之为伍。”温叔显然没想到会丢失笔订单，更何况对面还是家喻户晓的大公司。若是没有我，恐怕他这辈子也无法和这种人站在一起。我嘴角含笑，礼貌目送客户离开。没想到温叔竟然发疯，上前便甩了我个巴掌：“你瞧瞧自己干出来的好事，到手的订单就这么飞了。当初我怎么就这样想不开和你结婚？”我愣住，没想到他竟然大庭广众之下丝毫不在意我的面子，心里对他最后的那丝感情也随之消失殆尽。我目光冷漠，声音也没有任何感情：“你还真的认为这公司都是你的？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若不是看见他在雨天推销着业务，我也不会一时注意到他，更不会相识结婚。自打成立以来，他便处处笙歌，整日和小姐妹厮混在一起。招来陆延亭后，就更变本加厉。公司里流传的风言风语，我不是不清楚，只是出于爱情相信他而已。或许
是时候该清算这笔总账了。温叔，我和你离婚，公司的业绩按照合同比例分割，以后不必再见。我打电话找来律师，准备离开，他人愣在原地，紧接着眼底涌现出一丝厌恶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先和我提出离婚？更何况你搅黄了我的业务，还让严婷受伤，就算是离，也要清算清楚。陆延婷贴心地站在他身侧，故意出声安慰：温姐，侮辱我没关系。可他却说你人尽可夫，是个下流不耻的女人，我实在看不下去才出手的。他添油加醋，让温叔立刻红了眼睛。那些见风使舵的同事也都跟着迎合。对，严婷就是看不惯才动手的，没想到她仗势欺人。没错，温总，我们全看见了。下一秒，烟灰缸砸在我额头，鲜血染红了视线，疼痛感阵阵袭来，我忍不住倒吸了口冷气。温叔想要抬起胳膊，想了想后放了下去，又变为那副冷漠的样子。让你吃点苦头也好，省得还敢和我说离婚。我向来不是如此忍耐的人，否则也不会白手起家，硬是创建出企业。目光扫过众人，所有人都不由得发抖。胡乱嚼舌根的人就应该付出代价。这里有监控，谁说什么一看便知。今日你们我都记住了，将来整个行业不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。我纪如舟想要封杀你们，就是易如反掌。安静了2秒后，柳峰突然笑出声。整个京城还没人敢如此在我面前这样猖狂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公司上市出口以来，我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，全是由秘书代替。毕竟年少有为，很容易成为他人嫉妒的对象，低调行事才为上策。没想到却被他们当成了吃软饭的小白脸。你不配与我说话，就算是你们老爷子前来也不配。柳峰彻底被人挑战了权威，他眼中升腾起怒火，拿出手机打通了电话。挂断后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你就等着被打脸吧。我知道他是要把刘老爷子叫过来，毕竟这小子在外面是有名的纸老虎，色批附体，每次遇到摆不平的事情都会亲自叫他爸出马。正好也是时候该让他知道世界的参差了。我大摇大摆地坐在椅子上，气得陆延婷头顶都要冒烟。你嚣张不了多久了，等着刘老先生来收拾你吧。温叔拿着药箱为他包扎，甚至都没有多看我一眼，毫不在意的道：季如舟，别怪我没告诉你，刘老爷子的手段通天，对付你个小喽啰还是很轻松点，随便，我满不在乎。甚至还刷上了视频软件，气得他们脸色更为苍白。只是没过多久，刘老爷子没来，我秘书和律师却来了。这不是周帆集团的秘书长吗？不知您光临，简直失敬。陆延婷连忙迎了上去，像是条狗一样。秘书没有理会他，径直准备向我走来。您别去那边，他是我们公司的罪臣，可别脏了您的眼睛。秘书闻声一怔，刚想要出口反驳，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时机未到。温叔献媚地走到他旁边，询问此次来有何事，被秘书以合作的借口搪塞过去。季如舟，你听到了吗？周帆集团的人来和我们合作，那将来我和温姐就平步青云。你啊，就像是阴沟的老鼠，等着哭去吧。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让我实在是忍不住想笑，也嚣张不了多久了。柳峰站在一旁，也献媚地拿出怀中的名片，双手恭敬地递交给秘书。整个京城的集团，没人不想和周帆合作，哪怕是和他们沾亲带故都好，将来对外做出口外贸将没有任何阻碍。闭着眼睛数钱，我只是没想到
这些人竟然如此势利眼。秘书手指动了动，还是没忍住询问我的额头：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温叔扭捏地搅动着手指，说是我自己磕碰的，真是睁着眼睛撒谎。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温叔，你会为今天做出的事情负责的。我眉头微挑，视线扫过所有人，陆延亭、柳峰以及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擒贼先擒王，就从柳家开始好了。柳峰就是个火爆无脑的脾气，他狠狠踩灭了烟头，啐着口水：老子就撕碎你的嘴！秘书伺机而动，站在我面前，正准备出手，就听见一道慵懒的声音传来：谁这样猖狂，竟然敢招惹我柳家？声音响亮如钟，步伐沉稳有力。原本看热闹的人都纷纷拿出手机，交头接耳地向后走去，肯定是刘老爷子。没想到我竟能见到这么大的任务，看来姓纪的死定了，快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这次必须得吃到人血馒头。刘老爷子在众人的簇拥下缓缓走到门前，气质不怒而威：爸，他们欺负人，说我是草包，还轻视您。陆延亭摇着狗尾巴走过去，解释道：早就听闻柳先生大名，小人姓陆，是柳公子的好友，还请多多关照。说完便愤怒地指向我：就是这个臭小子！刘老爷子不屑地抬眸望向我的位置，可就在看清楚了之后，立刻变了脸色：是您！他对着柳峰的后脑就是一巴掌。刘某有失远迎，您怎么在这里？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忍不住暗自啧舌。难不成纪如舟这小子真的不是一般人？可下一秒，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。刘老爷子并没有看到我，而是注意到了秘书，谄媚地走到他面前，恭敬地弯下身子与其握手：都怪我刚看见您，我那个叛逆的小儿子没有给您添麻烦吧？柳峰还自以为是地仰起头，解释说自己已经打过招呼，没有给柳家惹出事端。爸，不是他们，是那个纪如舟的小子，他瞧不起咱家，还动手伤了我兄弟，侮辱我就算了，哪里还能说您呢？刘老爷子听见我的名字后，人不由得顿住，心止不住地乱跳。你说他叫纪如舟？柳峰不明白自己父亲的表情为什么突然变得难看，但还是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。这个臭小子也在这里，他平时就靠女人养着，还好意思说我是废物，真是搞笑至极。汗水顺着刘老爷子的额头流淌而下，他有些腿软，缓缓抬起眸子，而秘书和律师也一左一右散开。四目相对时，我露出了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他吓得双腿发软，险些倒在地上。众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还以为他是突然脚滑站不稳。老柳，好久不见！他抖得更厉害了。柳家费尽心思，花了将近10亿才买得我满意。我挑选了2个还算不错的项目，随便甩了甩交到他手里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如今就要被自己的儿子毁于一旦。爸，你怎么吓成这样？这小子不敢动手，你放心，你快点给他点教训。柳峰还在张牙舞爪地比划着，没想到下一秒，刘老爷子满脸严肃，拿起拐杖对准他的腿弯敲了下去。你个臭小子，给我跪下，向纪总道歉！纪总？什么纪总？柳峰说完，察觉到不对，双眼瞳孔放大，震惊地追问道：你说这小子是老总？何止？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。爸，你是老糊涂了吧？他不过就是个吃软饭的，怎么会是老总呢？柳峰还在狡辩，可说话的语气都在颤抖。一旁的陆延亭和温叔已经震惊到说不出话来，汗如雨下。
大家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事实。秘书脸色顿时冷了下来，中气十足，一声暴厉：我们周帆集团的总裁也是你这样的人能随意评判的？全场死一般的安静。刘老爷子生怕得罪我，暴怒呵斥道：他就是周帆集团的老总，你给我道歉！众人一片哗然，温叔更是站不稳，晃了晃身子。在他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事无成的小跟班而已，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老总？不可能！如果没有我，他连饭都吃不起。周帆集团的老总不可能是他。温叔这么一吼，倒是把众人都吼得回过神来。没错，不可能吧？肯定是同名同姓，或者长得像而已。是啊，如果真的是老总，那柳家小公子岂不是倒了大霉？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，每当说一句话，刘老爷子的脸便黑了一分，那弯着腰更低了。吉总，是我教导儿子无方，无意冒犯到你，你可千万别动怒，别影响到咱们两家的合同啊！已经晚了。我站起身子，用折扇敲了敲柳峰的头顶。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不是还要拿着铁凳来砸我吗？怎么不动手了？他吓妈了，连忙跪倒在我脚边，求饶谢罪。那可是数十亿的单子，绝非小数目，如今却岌岌可危。柳峰连忙扇着自己巴掌，讨好地对着我说道：吉哥，吉总，我是被人骗来的，都是陆延亭，他骗我的啊！我眉头微，等着他继续说下文。没想到陆延亭却立马冲了过来，像是见鬼那般捂住他的嘴：吉总，你误会了，都是他冤枉我。我呸！你放屁！你说只要我为你来撑场面，将来你做了公司老总，就会把他老婆给我玩2天，还故意给我看他老婆的床照，全都是你搞的鬼！你搞不定他就拉我下水，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柳峰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全公司的人都忍不住哗然。我也没想到陆延亭为了给我个教训，竟然会把温书当作物品一样转手送给他人。仔细想来，他只不过把温书当作个跳板而已，用完了随时都有可能抛弃。偏偏温书还以为自己魅力无限，真的再次陷入爱情之中，简直就是可悲！你出卖我！他冲过去和柳峰起了争执。刘老爷子挥手喊来保镖，将他和温书两人齐齐按住，场面乱成一团糟。吉总，都是我教育的不好，小儿子竟然还冒犯了您夫人，他怎么处理？全部随你，只要别影响咱们生意就好。我目光锐利，扫过二人。柳峰吓慌了，磕头求饶，项目砍掉一半，未来的10年里，我不想再听到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，否则也别怪我无情，让你们家血本无归。刘老爷子连连道谢，弯腰作揖，显然已经很满意这个结果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接下来该到他们了。柳家人离开后，陆延亭像是脱力那般跌倒在地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日里看似人畜无害的我，竟然是商界龙头大佬。还没等我动手，温书便尖叫地扑了上去，挠破了他的脸。陆延亭，今天我就要和你同归于尽！我坐在一旁看着好戏，我把钱和身子都给了你，还让你担任助理这个职务，你竟然要把我卖给别的男人，你没有心！温书的指甲尖锐无比，血珠顺着伤口滚落，惹怒了他。没错，我没有心，难道你就有吗？这些不都是你自愿的吗？出轨的人是你，可不是我。他捂着脸冷哼，满意的看着温书失望悲愤的眼神，索性全盘托出：你不过就是个人尽可夫的女人罢了。别说是你，只要我能当上老板，这股份都会让给柳家一半。只可惜你就是个没出息的玩意，离开他什么也不是。
温叔被这些话震惊到回不过神，绝望又颓废地坐在地上，那双美眸里满是哀伤。戏也看够了，该落幕收尾了。我示意秘书找人把他拖出去，不仅从公司开除，还要全行业封杀，断了他从此的退路。季如舟，你装什么装？不就是比我多了2个臭钱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崩溃地大喊，眼底因为情绪激动而泛起猩红色。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脸蛋，没错，我就是比你多了那2个钱，你能怎么样？拿什么和我斗？他气到发疯，又没办法，眼睁睁地被人拖走。律师拿出早就起草好的离婚协议，放在温叔面前，却被他撕了个粉碎。我不离婚，我不要。阿周，你看在我对你这样好的份上，原来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往后我肯定老实本分，不给你惹麻烦。他完全不顾形象，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求着我。可我知道根本回不去了。你对我好，是因为我能给公司创造利益，这都是我应该得到的。你现在吃穿用度，哪个不是我挣来的？我这人从来不买2手货，更不会留着被人玩过的东西。他眼泪打湿了脸颊，无助地抽泣着。可是我不想离婚，不想和你分开。我冷漠地抽开他胳膊，指了指额头的伤口。温叔紧咬着下唇，再也止不住，嚎啕大哭。这些都是他造成的，没有资格，也没有理由再来祈求。走出办公室后，之前的员工们个个老实地站在旁边，没人敢和我对视。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是谁起哄，是谁等着看我的热闹。几个都是陆延亭，他说我们要是不起哄，就要克扣工资，全都开除。您是这么大的老总，我哪里敢惹您？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。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他还在给我扣高帽子。可无论我地位高低，都不是他们欺负人的理由，就当作是给你们个教训，通通封杀。我没再理会，和秘书一前一后走出公司，脚步声由远到近在耳边炸响。温叔衣衫不整地跑到电梯口，硬生生扒开了即将关闭的电梯门。季如舟，你真的不要了我吗？秘书扯开他的手，他踉跄着后退，不要了，离婚。据说刘老爷子回去将柳峰狠狠打了一顿，还要禁足。我只是笑了笑，觉得他活该。重新发送的电子版本离婚协议，温叔迟迟都没有签字，似乎还在等回旋的可能性。可我连脏了的衣服都不愿穿第2次，又怎么会要那种劣迹斑斑、已经出轨了的女人呢？回到自己的别墅后，我清空了所有的照片和视频，站在落地窗前品着红酒。他的公司出了这么大丑闻，当晚就已经宣布了破产，全行业都知道这件事。温叔已经成为了丧家之犬，甚至连个愿意接手的人都没有。他们平时巴结我都来不及，个个都生怕得罪我，将来被我记恨。温叔走投无路，换了各种不同的电话来联系我，全都被我拉黑。我出神地想着，门外传来门铃声，没想到温叔的父母竟然拿着礼品带着他找了过来。2位老人在之前对我都百般照顾，就像是亲生儿子那般，这次突然到访，肯定也是因为离婚的事情。小季，我们老2口这辈子没什么大愿望，只希望女儿能过得幸福。我知道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也教育过她了，你俩不离婚行吗？温父头发已经花白，佝偻着脊背，小心拿出礼品。2人家境贫寒，这些东西想必已经是精心挑选过的了。可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来委屈自己。如果你爱人出轨了，你也能原谅吗？这句话就像是根刺，直直地扎进了他心里。阿周，出轨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，哪怕千刀万剐，只要能赔偿你，
我都会做。可自从你离开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的生活里是真的不能没有你。可一切都晚了。他没有资格这样说。望着那红痕还没有完全消退的脖子，我忍不住嘲讽地笑道：你与其在这里忏悔，还不如考虑考虑，你脖子上的痕迹怎么消除。他仓皇地想要遮住，却发现怎么也擦不掉，眼泪大滴地砸落。我最后说一次，别来纠缠我，记得签字。我用力地关上房门，没想到他却用身子抵挡，被防盗门狠狠撞到，闷哼了一声，拿出我们之前结婚的戒指。两枚戒指用红线绑在一起，象征着永不分离。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才会把戒指扔在公司里。如今我找回来了，你再戴上，咱们重修旧好，可以吗？这枚戒指是我发现他出轨之后，一怒之下扔进了垃圾桶里。结婚的前3年，他本分地戴在无名指，可在遇见陆延亭之后，就变得不知所踪。现在倒是知道找回来了。温叔，那些记忆我全都送给你，连同你一起，我全不要了，别来烦我了。我扯过戒指，扬起手扔了出去，清脆的响声滚了很远。他慌张地转头去捡。两位老人见我态度坚决，默默地擦干了眼角的泪水，连连鞠躬，说了声对不起后，拉着他离开。我没多犹豫，回到房间，扔掉了和他有关的所有东西，这次永远不见。送走他们后，我难得睡了个好觉，来到公司，却听见哭闹声，员工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，好不热闹。我好奇地走过去，就看见温叔衣不蔽体地坐在人群中央，嘴角也透着乌青，眼底更像是被人打到肿胀。只不过2日没见，怎么就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他也像是看见了我，连忙爬着过来，抓住我的裤脚。阿周，吉总，求你看在咱们过去是夫妻的份上，帮帮我好吗？那些要债的人找上门，搬走了公司所有的东西，还将我打成这副鬼样子。我要是不还钱，就要杀了我。公司的资金链已经断裂了，他没钱也是正常，可也不会沦落成这副模样。整整5000万啊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5000万，我没想到竟然会欠了这么多。追问后才知道，原来陆延亭临走前将他的公司以不法渠道抵押了出去，卷走了所有的钱，还偷了他的奢侈品，就连住的房子也都卖了。他又怕追债的人找到父母的老家，一时之间有家不敢回，可怜的像条丧家之犬。可我不是提款机，更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给他拿5000万。闪光灯咔嚓响起，温叔狼狈的样子暴露在镜头之下，他仓皇的想要遮住脸，却不想放开我的裤腿，进退两难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别来找我。我转身要离开，他猛地扑倒，胳膊在水泥地面磨出鲜血，伤口触目惊心。我就剩下你了，阿周，求求你帮帮我吧。保镖匆匆赶来，拉开了我们的距离。温叔的喊叫声响彻耳边，最后被人扔了出去。我回到办公室，着手调查陆延亭。这样的人卷走了他的所有财产，想必哪日花没了，就会将目光放到我身上。职场厮杀多年，我从不给自己留下后患。果不其然，秘书调查后，据说陆延亭已经变成黑户，无法出国，正在变卖家产。而他目前暂时住下的地方，离我的公司只有200米的距离。我在明处，对方在暗处，先下手为强。我带着保镖来到纸条上记录的地点，一脚踹开了木门。陆延亭正忙着和陪酒女做运动，见到我后吓得全身抖了抖，摔到一旁。季如舟，你要干什么？秘书走到书桌旁，
翻找到他偷拍我的照片，他一直在跟踪我，就连我别墅的位置都掌握得很清楚，上面还标注了我去公司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他随时都可以给我致命一击。我暗自心惊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心狠手辣。既然如此，也就不能怪我不仁不义了。鞭痕抽打在身上，他痛苦不堪，嘴里满是鲜血，几乎被保镖打到半残。我伸出手，居高临下地望着他。他不是喜欢睡别人老婆，破坏他人家庭吗？不如直接断了根本。身后传来声惨叫，我笑着摇了摇头，离开了出租房，用他手机给温叔发送了定位。至于温叔如何做，怎么拿回钱，就和我没有关系了。3天后，温叔的2段视频曝光，有人顺藤摸瓜，爆出了他是周帆总裁的前妻。一时间，我公司的股票大涨，倒是向上翻倍了3个点。而他虽然说拿回来了财产，但是依旧过着被人喊打的生活。秘书拿着偷拍的照片放在我面前，我才知道他就连买菜都要全副武装，生怕被人发现。那股网暴的风气同样吹到了他爸妈心里，老2口晚年名誉不保，房子前面被人扔满了垃圾，内心承受不住痛苦，相继离去。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这或许就是温叔的报应吧。窗外下起瓢泼大雨，震耳欲聋。恍惚间，我想起温叔，那时的他还只是个推销员，为了业绩，能在雨中张罗吆喝，丝毫不顾及身体和面子。看见他，我想起那个涉世未深、初入职场的自己，便心软给了他业务。一晃数年，是他忘记了初心。门外经理敲门，送进来一束花篮，上面写着温叔的名字以及他的感谢信。我内心平静，只是将信件点燃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血书没什么好看的，有了出轨事件的加持，我被网友戏称最强恋爱脑总裁。之前的那些过往也都被扒了出来，放弃自己千亿总裁的身份，心甘情愿在自己心爱女人的身后谈合作，甚至有人标榜要以我作为标准找男朋友。之前的客户也再次找上我，坐在酒桌前感慨万千。你知道私自收购温叔公司的人是谁吗？我摇头，这倒是并不清楚。对方可是地头蛇，黑白2道通吃。他知道钱被人卷走后暴怒，不仅将他殴打，差点成残废，还找了一群哥们。那场面惨得很，我暗自心惊，没想过他能出这样的事情。据说里面还有得过病的，这温叔啊，以后的身体真是不敢想。得病，我心里咯噔一声。客户见我神色不对，便也就没有再次提起。公司稳定运转，股票起飞之后，再次冲刺海外市场。我也换了房子，将之前的别墅变卖，安心做生意，消失在公共视野当中。网上的舆论逐渐平息，一切都回到正轨。半年后，我邀请海外朋友们共同体验国内文化，吃饱喝足后，站在门外闲聊，恍惚之间看见个身穿红裙大波浪的身影，他娇俏地搀扶着胖男人，还没等坐上副驾，就被突然窜出来的女人狠狠拽住头发，用力倒扯到地上。你个不要脸，破坏别人家庭的贱人，今天老娘手撕了你！电话那头的人出现后，从我你年老色衰，有什么和我斗？老公，老公，你说句话啊！他大声地喊叫。旁边的胖男人哪里敢吭声，灰溜溜的就要跑。看2人的气质和反应，8成他是傍错大款了。秘书见我忘得出神，问我是否要出手。我摇了摇头，和外国友人打过招呼后，坐上了车，从他身旁路过。不是一路人，就无需再次有交集了。
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